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发绩效奖的前一天，经理找我谈话，希望我能主动提出离职。现在经济不景气，你也应该理解公司的决定。对了，走之前把你手上的项目交接给董君林，他毕竟是个男人，交给他我也放心。我微笑转身，一纸诉状将他告上法庭。赔偿金到账的当天，刘梅还想继续侮辱我。我数着钱，温馨提醒你最好回去看看，公司好像要垮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天气实在太热了，我正在计划明天发完绩效奖后给带我妈出去玩。刘梅就上前敲了敲我的桌板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我将手机录音打开后，这才缓缓站起来。刘梅是大老板的小姨子，自从3个月前空降管理层后，就开始各种作妖，不是今天有新制度，就是明天抓考勤，搞得我们这些销售苦不堪言。但偏偏她关系太硬，大家也只能暂时忍着。路过周思琪的工位时，她突然探出头，一副担忧的表情。晴天姐，快下班了，他找你，不会又想你陪酒吧？他说的是上周刘梅干的蠢事，也是我和刘梅闹得很难堪的导火索。那天他说要给我介绍一个大客户，结果等我去了，才知道他是要我陪酒。我本就不爱喝，所以自然的拒绝了。谁知他那3个大腹便便又满嘴跑火车的准客户，竟想扯着我强灌。我被倒了一身酒，还被刘梅数落不会做人。最后那顿饭闹得很难看，也是从那天起，刘梅开始暗搓搓地搞些小动作。坐吧，我还没坐定，他就从抽屉里甩出一份文件。文件上几个大大的离职申请书分外的显眼。现在经济不景气，你也应该理解公司的决定。对了，走之前把你手上的项目交接给董君林，他毕竟是个男人，交给他我也放心。我接过他手里的离职申请书，连我的名字都已经打在了上面，显然是有备而来的。刘经理，你辞退我这件事，大老板知道吗？听我提起大老板，刘梅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轻蔑。你一个销售离职，难不成还要大老板来送你吗？我没回他的话，慢条斯理地翻起面前这份离职申请书。本人因私人原因不能继续胜任工作，现申请离职，后续工作会由董君林负责。整份离职申请书中没有一个字提到赔偿，反而是暗示我是因为自身能力的问题才提出离职。我将文件塞进包里，抬头看着刘梅那张势在必得的脸。离职是不可能的，我工作没有任何的失误，若是你容不下我，可以走程序辞退我。不等他再说话，我起身出了办公室，结果刚走出来，董君林便迎面而来。韩晴，咱们什么时候办交接？他的语气带着一贯的轻佻，听得我直皱眉。若是之前，我是不屑于和他说东说西的，毕竟他都来了1年多了，销售业绩一直垫底不说，报销经费还一直排在前面。但现在，我扫视了一眼他挺起的肚子，交接什么？交接你那少得可怜的业绩，还是交接你那厚的盖天的脸皮，亦或是交接你前段时间塞给刘梅的燕窝？董君林不知道我清楚燕窝的事情，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什么，只睁着眼睛瞪我，一句你念到我出门，还没到家，周思琪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晴天姐，你看群里没？这是发生啥了？我打开手机，这才发现自己已经被踢出了工作群。工作群的最后一条消息是刘梅发的小作文。人要学会感恩，
才能走得长远。人要明确定位，才能进退有度。原来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。这百度出来的小作文，我都不好意思点赞，他居然敢直接发到200多人的群里。周思齐听我笑了，更加莫名其妙。晴天姐，你不会是被气傻了吧？还有啊，那个董君林是什么意思？怎么在群里就开始感恩上了？我想了想，把下午的事情告诉了他。说到最后，周思齐气呼呼的：姐，要是你走，我也不留了。这破公司谁爱戴谁带。我难得的没有直接表态，反而是先出言稳住了他。周思齐是半年前被我从实习生里选出来的，并不知道我最开始的事。我来的时候正好是疫情的那一年，那年我妈身体不好，便不想我再走远了，左挑右选后，我选了舅舅推荐的海事集团。海事因为之前主做实体市场，那一年收益惨淡，甚至还关停了一个小厂，用来维持收支平衡。我入职后连夜写了企划书，和大老板乔兴组织了1-2个月，这才抓住了互联网的风口。从公众号开始做到现在，公司有稳定的2个直播间。如今刘梅在大群里直接将我提出的行为，乔兴不可能不知道，所以我在等乔兴表态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准时的来到公司，公司不少销售也到了。林笑一见我就又吐槽上了，上个月扣了我600块钱的考勤，还把我绩效压了。你说他们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不想干了？自从刘梅来了之后，便制定了考勤规则，要求销售必须8:30准时到公司打卡开早会，不然就是做迟到，一次扣100。同时对于出差的销售，也要求早上8:30必须到对方公司和客户打卡。这个要求让一群销售直呼不合理，毕竟我们的产品线几乎都是要和客户面对面对接的，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和客户约好时间后便直接过去。但考勤规则一出来，很多人便只能被迫先到公司报到，再和客户约10点之后的时间。这样一套流程下来，大多数人都只能将1天的事情分成2天做。以林笑为代表的销售团也不是没找刘梅谈过这个事情，但刘梅的理由也很充分。她说：“你可以把客户约到公司来吗？正好中午带到食堂去吃，还省了招待的钱。”据说刘梅说完这个话后，林笑也是笑了一声，无法识别，无法识别。我再次刷了一遍脸，机器上依旧是无法识别的信息。林笑也看出了不对，他眨巴着大眼睛问我：“这是咋了？”旁边卡点来的周思齐无语地瞪了他一眼：“你没看工作群吗？”林笑摇摇头：“我做好业绩就行，又不拍马屁，平时看那个群干啥？”这句话被正好过来的刘梅听了个正着，她黑着脸用手指着我们：“别人和我们合作，那是看中的公司的品牌，看中的公司产品，和你们有什么关系？不要以为自己多厉害，离开了公司的这个平台，你们什么都不算。还有啊，韩晴你最好心里有数，今天就把交接办了。”我伸手拦住了要骂人的林笑，一字一句的清晰说道：“既然要辞退我，麻烦给出书面材料，并且把我之前的绩效奖结清后再给予合适的赔偿。”因为早上的闹剧，林笑推掉了今天的工作，和我一起坐在办公室玩手机。期间，董君林还想过来说什么，被林笑一句“滚”给骂了出去。可我一直等到中午，乔兴也没有给我发一句消息，绩效奖也没发放，我便大致猜出了他的意思。最初我进公司时签署的合同提成是按照销售额比例算的，
想必如今他们觉得都是直播间的功劳，所以才想出了这么一招。那场陪酒，只怕也是试探我的一场戏。想到这里，我给他们打了一声招呼，上楼敲响了乔兴的办公室。乔兴是正儿八经的富二代，这个厂也是从他爸手里接过来的，所以他哪怕40几的年纪了，看着依旧很年轻。乔兴一见我，脸色立马拉了下来，他用手边玛莎拉蒂的钥匙敲敲桌面。我听刘梅说，你工作态度不认真，还在公司拉帮结派，而且你上个月回款是什么情况？等他像倒豆子一样倒完，我才终于有了开口的机会。乔总，你是想要辞退我吗？乔兴没想到我说话这么直接，愣了一瞬才不悦地说道，既然你无法胜任工作，那公司的决策也请你执行。很好，卸磨杀驴做得如此经典，那我也不用再手下留情了。我将手机的录音界面展示给乔兴看。乔总，这段对话我已经录音了，将来会作为法院裁判的证据。现在我已告知你，还请贵公司的法务部门做好准备。说完，我没有再看他那猪肝般的脸色，下楼将自己备份好的 U 盘以及今年几个月的工资条全部打包好。林笑见我在收拾东西了，哪有什么不清楚的，连忙追着我跑出了公司大楼。晴姐，乔总那边怎么说的？我也不再藏着掖着，将手机里的录音放了出来。干！林笑实在忍不住了，骂着一脚踢向旁边的垃圾桶。我跟着晴姐的时候，看着你熬夜加班改文案，第二天一早还要坐车去找客户，还有谈那些展会。你那次不是？我摆摆手示意他不用再说了。如今这个情况，说什么都没用，只有最大程度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才是最佳选择。林笑被我打断，也不生气，反而挑着眉开了口。我也不想干了，我这里还有几个兄弟，要不你找下家，我们一起谋个出路。我有些诧异，刘梅和我是有些过节，但对他们还是不错的。你确定？林笑郑重地点点头。你对公司的付出我们都看得到，这样你都要被赶走，我们那里还有出路。他这话说的倒是很有道理，员工和公司本就是互相选择，互相成就。若是做惯了卸磨杀驴的事，那还有谁敢将这份工作当事业？和林笑分开后，我拿着手里的资料找到了田超，他还是那么忙，一直打了几个电话才有空搭理我。我也不和他废话，将自己的目的和线下的处境说了个清楚。田超将手里的资料翻了几遍，将自愿放弃生育险的协议书挑了出来。你回来工作好几年了吧？公司没给你缴五险一金？我摇摇头，当年我去的时候，公司效益不好，我应聘的又是销售岗位。HR 说销售岗位流动性大，所以转正后只缴纳3险，而且这3险好像还是从我自己的工资里扣的。原本我也没太在意这些，毕竟销售主要的工资来源还是在业绩上。田超听完，嘴角比 AK 还难压。韩总，你这社保的赔偿金可不少啊。我点点头，昨晚我就查询过这些，所以他说完后，我并不觉得意外。田超又翻了翻，将入职合同递给我。我建议你还可以回去上一下班。我甚是好奇，一句为什么跟着脑子就问了出来。你的公司现在属于是违法解除劳动关系，按照劳动法，你可以要求他进行双倍赔偿，但如果在公司还没有出具书面文件的时候，你就离开工作岗位，可能会被按照某些条例视为自动离职。我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如果我继续上班，哪怕我没有打卡，但我存在工作事实，
那么公司就需要按照我的工龄来进行双倍赔偿。如果我从明天就不去了，哪怕到时候我打官司，公司也可以说我是旷工1周，所以自动离职。要真成了一笔糊涂账，会直接影响我的赔偿金。行了，资料我这边整理好，明天一早就去申请劳动仲裁。但资料交上去后还需要时间，约莫3、5天的样子吧。这几天你就辛苦一下。等我真诚地和他道了别，这才发现周思琪给我发了一段语音和一条消息。你走后，我就发现刘梅不对劲，一直盯着他。果然发现了乔兴和刘梅在密谋，他们真是无耻。晴天姐，你一定要告倒他们。我点开语音，又将声音调到最大，这才听清楚里面的内容。姐夫，这是韩晴手里的客户资料，就比如说王总，有了这些资料，他就没什么价值了。乔兴豪爽的笑声紧跟其后，还是梅梅厉害，这才上任多久，就给我帮了这么大一个忙。刘梅笑得羞涩，语气中带着讨好的味道。还是姐夫最厉害，愿意给我这么个机会。在后面便是两人互相吹捧，互相调笑，听得我手臂鸡皮疙瘩掉一地。不过刘梅的话也让我有了疑问。我的客户电话虽说都在公司报备过，但具体的一些合作资料从来没有反馈到公司，更不可能像乔兴帆的资料那般那么详细。若这些都是真的，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，在那次陪酒的时候，刘梅私自翻了我的笔记本，并且将里面的资料都备份了出去。怪不得现在辞退我，原来是早有预谋。只不过他们的谋算可能要落空了，有些客户可不是知道他们的喜好就能拿下的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照旧出现在公司的楼下，只是在看到刘梅的时候，冲她翻了个白眼，这可把她气得不轻，追上来就堵住我。韩晴，你已经离职了，还过来干什么？我冲她微微一笑，我来上班呢。刘梅的脸都要气扭曲了，但走廊来来往往的人太多，她只能深吸2口气，让自己平静下来。你已经离职了，不允许再进入办公区域。我掌心向上，冲他伸手。既然如此，麻烦把辞退我的书面说明给我，记得盖上公章哦。刘梅也知道公司不可能出具文书给我，只能冷笑着开始嘲讽。没想到你脸皮这么厚，这是赖上我们公司了。我也不打算再客气，声音加大，还带着赞叹。还是你脸皮厚，能赖上自己的姐夫。刘梅虽说是仗着自己小姨子身份进来的，但她从不让人在公司里说，好像这样就能显出自己的工作能力。如今我声音加大，两人又是站在走廊中，不少其他部门的人都纷纷朝我们看来。众人的八卦声让刘梅彻底憋红了脸，拳头一捏便跑回了自己的办公室。我知道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果然我坐下还没10分钟，董君林就抱着箱子过来了。韩晴，你不要占住我的位置，因为是销售部门的原因，所以办公桌并不多，除了我和周思琪因为经常对接文案和活动有固定的位置，其他人都是哪有空位便坐在那里。不等我说话，董君林便把东西啪的一声全扔在我的位子上。韩晴，你一个女人，早点回家结婚生孩子才是正事，没必要赖在这里不走吧。我还是没起身，只是用眼神上下打量了董君林后，停在某个地方发出呵的一声。没想到这个直接让他破防了。董君林肉眼可见的红温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就开始骂，谁知道你是不是和别人睡了才有这个业绩？你好意思？啪的一声，我的巴掌重重地落在他脸上。他摸着自己的脸，
不可置信地指着我：“你打我？你一个女的居然敢打我！”我不慌不忙地站起身看他：“你当众造谣，影响我的形象，损伤我的心理健康。我当众打人，对你造成了轻微伤。若你不服，可以报警抓我。当然，我也可以告你，毕竟你造谣的证据这么充分。”周思齐也跟着站起来，笑嘻嘻地看着他：“就是，我就是你造谣的人证。”董君林气得手都抖了，但你半天还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韩晴，你进来一下。刘梅靠在办公室门框，不悦地看了董君林一眼，仿佛在数落他的无能。看完后，他转身回了办公室，可等了半天都没见我进来，他只能憋着火又出来喊了一遍：“有什么事情就在这里说吧，我手头还有工作。”看着刘梅气得发抖的牙齿，我第一次发现到原来不考虑职场人情的感觉这么爽。你很好，不过本来叫你也没什么，只是通知你，王总那边以后让董君林去，你就不用再管了。王总是我手里最大的客户，并且需求非常稳定，可以说谁接手这个客户，只要不犯太大的错，一年的收入都是非常可观的。果然，董君林听到这个消息，连委屈都顾不上了，连忙狗腿子似的感恩起来：“对了，你把我昨天买的普洱带上，王总喜欢喝。”说完，他还极为挑衅地看了我一眼，仿佛宣告他已经取得的胜利。我没反驳，任由董君林提着普洱去了。不出我所料，还没到中午，王总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：“晴天啊，公司说你自己辞职了，是什么情况啊？”我用最简短的话回复了他：“卸磨杀驴，过河拆桥。”王总听完冷笑了一声，随即挂断了电话。没多久，刘梅就杀过来了，只是她脸上再没有早上那种挑衅，甚至连从容不迫都没了。“韩晴，你做了什么？你说了什么？你现在马上去给王总道歉。”我无辜地眨眨眼：“道什么歉？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不过你这么生气，不会是因为王总没签下个季度的订单吧？”刘梅被气得睁大双眼，瞳孔上的美瞳悠悠散发着绿光，活像要吃人的魔鬼。“韩晴，你等着！”我以为他还有什么招数，结果没想到他居然给我妈打电话告我的状。说实话，从小学毕业后，我就再没遇到这种事了。结果现在成年了，被公司的人告状告到家里去。我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语气都甚是无语：“你那个经理学历造假了吗？建议严查一下。多大的人了，给我告状，说你工作能力不行，还要我劝你离职，还说都是成年人了，要学会知进退。”我捂着额头，不知道说啥，只能听我妈在那边一句一句的吐槽。对了，这事我给你爸说了，也给你舅舅提了一嘴，现在好了。如刘梅所想，事情闹大了，只不过她以为能通过家庭给我施加压力，却不想自己给公司挖了个最大的坑。原本我还念及这个公司有些好的同事，所以想做事留一线，现在只怕我想留，我舅舅都不会再同意。或许刘梅觉得拿不住我，整个下午都没再露面，反而是跑上楼去找乔星去了。我也乐得清闲，看着剧刷着手机，熬过了今天的班。下班时间刚到，田超的信息就发了过来，资料已经准备妥当，明天一早就可以申请仲裁了。看到这条消息，我呼出一口，终于不用再看刘梅那张恶煞脸了。谢谢。刚发出去，田超的电话接着打了过来。社保赔偿是这样算的：工作满6个月赔偿1个月的工资，不满6个月的赔偿半个月工资。你工龄38个月，也就是3-5个月的工资。按照你提供的工资条，月平均工资3万，
超过地区平均工资3倍。按照地区平均工资算，仅是社保解这一条，公司就需要赔偿你16-8万，还有你的违法解除合同，公司也需要你的平均工资对你进行双倍补偿，再算上未发放的绩效奖，加起来应该有45万这样子。我的哇还没说出口，田超跟着又接了一句：律师费算你友情价，给个4万就行。还真是亲兄弟明算账啊，不用早起上班的感觉太爽了。等我慢悠悠地做完瑜伽，吃完早餐，感觉身体都好了不少。如果没有乔星的电话就更好了。从早上9点开始，乔星就开始疯狂给我打电话，打到现在差不多有了14-15个未接，也真是难为他，都这样了还能锲而不舍地打。就在他又一个电话被我无视后，一条短信发了过来：接电话，不然我报警说你失踪了。不得不说，刘梅和乔星才应该是一家人，毕竟这2人都一样的无耻。我将电话回拨过去，被乔星秒接，他也不客套了，和我打起了直球。韩晴，赔偿可以谈，你先撤案。我呀了一声，贱兮兮地问他：所以你要给我赔偿50万吗？都不用看，我就知道乔星现在恨不得啃桌子，不然他那牙就要被自己咬稀碎了。我又问了一声，他这才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话：我可以给你赔偿20万，只要你撤诉。我假装沉思了一下，这才为难地回道：不行呢，乔总，你也说了我能力不行，而且我还不知进退，所以这事还是让法院裁判吧。在我挂电话前一刻，乔星几乎是吼一般的报出了30万的数字。其实就算他完整的赔偿我45万，我也不会撤诉。只要我胜诉，那他需要赔偿的远远不止这45万，还有公司那么多销售的社保，他都是需要补齐的，不然他就等着坐牢吧。想到这里，我赶紧把自己能说的资料都整理出来，打包发给了周思琪和林笑。周思琪很快回了个收到，没多久一份资料就给我发了过来。资料上包括周思琪、林笑、李李等等一起11个人的名字，这几乎是销售部大半的人了。还有一些是刘梅来了之后招聘的实习生，刘梅最近一直卡着他们的合同，就是想让那些实习生再多做一些，再少拿一些。看着这些资料，我最终还是决定和他们商量下后，找个律师代理。毕竟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，不仅可以少走很多弯路，同时还能更大限度地提高赔偿金的额度。田超接到我的电话后直呼义父，拉着另一个律师就开始准备仲裁的事，还让我拉一个群，好有什么问题能直接交流。群很快拉好了，群名就叫黑心老乔还我社保。林笑最是积极，在群里又是发红包又是发表情包，10几人群，霎时间比公司几百人的工作群都还热闹。不过正事没说完，林笑的私信就来了：晴姐，下家找好了吗？看来不得不给我舅舅打电话了。舅，我有事想找你帮忙。我就好像笑得很开心，小兔崽子终于舍得给我打电话了。说吧，是不是想把海事收购了？哎呦我的舅哦，想把海事收购的是你吧？因着销售部的联手仲裁申请，乔星终于是坐不住了。他先是打着沟通感情的理由，请所有销售部都吃了一顿饭，然后在林笑他们联手灌酒后，豪情壮志的承诺一定会补齐所有人的社保，只要大家撤销申请书。但以我对他的了解，要是真的舍得，断不会闹到如今的局面。果然没2天，刘梅就发布了新的绩效考核方案，不仅把销售提成的比例下调，
同时还增加了回款风险的罚款。这样一套骚操作下来，除了林孝周、思琪那2个必走的，其余几个跟着凑热闹的销售也终于死了心。只是他们在林孝的带领下，依旧拍着刘梅和乔兴的马屁，奉承着乔兴所谓的家文化。王总也在我舅舅的暗示下，假意答应了合作，只是因合同还未到期为由，暂时没有续签。劳动仲裁的日子终于到了，田超和助理带着10几份资料进了仲裁庭，刘梅也带着公司的2、3个法务斗志昂扬地走了进来。随着开始的声音，田超慢条斯理地拿出了我的诉状和海氏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据，要求海氏拿出一共45万的赔偿金。刘梅当场破防，不顾法务的阻挡就开了枪：你这个资料是造假的，我们不认。我坐在下面看得真切。仲裁员听到这个话后，奇怪地看了刘梅一眼，仿佛直接质疑起了他的脑子。不过海氏的法务到底还是专业的，很快便打断了刘梅的话，同时拿出了所谓的业绩报表和打卡记录，一口咬死我是因为业绩不佳，同时旷工3天，所以自动离职。田超一个人面对4、5个人，丝毫不怯。我提交的证据15，正是我的当事人在被莫名其妙停掉打卡权限后的上班记录。证据中可以清楚地显示，在当天下午，我的当事人还在与客户商量下个月展会的事情。哪怕几个法务都在场，刘梅还是忍不住又开了口：他这怎么能算上班？他明明就是赖在公司没走。仲裁员面无表情，看着刘梅问道：这么说，原告韩晴那几天确实是在公司对吗？海氏的法务脸都憋成了猪肝色，在下面拼命拉刘梅的衣袖。刘梅终于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，颤颤巍巍地坐了回去。但田超可不会轻易放过他。最终，刘梅在田超挖坑式的问题下迅速败下阵来。我方因为资料准备充分，事实清楚，45万的赔偿金1分没少。签署赔偿协议前，刘梅黑着脸借口上厕所出去了一趟。她回来后一扫脸上的阴霾，作为公司的代表，刘梅大笔一挥，将递给我，那副样子活活像施舍给我的一般。韩晴，你辛辛苦苦要的钱，还不如我姐夫的一个代步的工具。我建议你就好好拿着这笔钱，精打细算的过日子吧。以后海城，只怕你也待不下去了。我仔细看着赔偿协议，确认无误后，也给了他一个忠告。我建议你回去好好和姐夫说说，公司好像要垮了。刘梅听见我这个话，不仅不生气，反而还像看小丑一样切了一声。我没再理他，微笑看向他身后脸黑的法务，友情提醒：可能没2天，你们还要打个官司，只不是当事人，不是我一个哦。法务瞬间明白了我的意思，几人对视一眼，举起手机跑出去打电话了。只剩下刘梅还在这里洋洋得意。我知道他刚刚肯定给乔兴打电话了，并且从乔兴的嘴里听到了李总还有几个客户准备续签合同的事。只是我已经提醒过了，再如何是他们自己的能力了。仲裁一结束，舅舅立马做东请了王总还有李总一行人吃饭。我难得好好打扮了一番，几人推杯换盏了好几次，乔兴才姗姗来迟地走了进来。他一进来就自来熟地端起酒杯，说自己来晚了，自罚3杯。可3杯下肚，热络的寒暄声却并未传出。他这才注意到坐在舅舅身边的我，呵呵，小晴也在啊。舅舅皮笑肉不笑，端起酒杯敬乔兴。我侄女被裁了，我这个当舅舅的自然是带她出来见见玩玩。
免得他伤心嘛。王总也端起酒杯笑呵呵。晴天可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那工作能力没得说。他话锋一转，只是不知道那个公司这么有眼无珠，你这么努力的人都要被裁呀。乔兴干巴巴的接着笑两声，误会误会，都是误会。聂总，你可是我们最大的原料供货商，我要早知道韩晴是你侄女，肯定不会有误会的。舅舅还是笑着，只是话说出来不客气得很。难道是我侄女，乔总就不会过河拆桥了？在场几人来的时候，都知道我和乔兴的官司，也知道了我的胜诉，如今都只笑笑，没打算帮他说话。最后还是王总先开了口：好了好了，乔总毕竟这么大的厂，不会欠着员工的社保不缴的，你说是吧？乔兴一听，连忙跟着台阶下来，连连应是。这顿酒喝的乔兴是难受至极，偏偏一边是原料供货商，一边是他的下游客户，这两头他都得罪不起。但恶心他并不是这顿酒局的重点。在酒局的最后，舅舅和王总都仿佛被乔兴的态度打动了，只是对于他现在的员工不稳定性产生了质疑。乔兴咬牙笑着，面上答应销售团队绝对不是问题。我也恢复了客套的样子，都说不打不相识，如今算是更了解了一些。其实我在乔总公司也是学到了很多，以后还有很多合作的机会，还请乔总多多关照。这话说下来，乔兴以为我会去我舅的公司上班，终于是松了一口气。我的目的也达到了。饭局一结束，我就给周思琪和林笑发了消息，两人也不拖沓，立马将田超算好的社保需缴纳明细发给了乔兴和他的财务。乔兴也不蠢，知道我在其中肯定起了作用，但他知道又如何？一边是上游下游集体对海狮集团的质疑，一边是销售团队不拿到钱就消极怠工的态度，他只能咬着牙再次和周思琪他们进行协商。但有了之前的经历，周思琪和林笑直接拒绝了乔兴只补缴今年的提议，正式提起了仲裁。以周思琪为代表的销售团仲裁申请这天，我特地去看了看，乔兴和法务一起出场。或许是知道自己赖不掉这笔账了，乔兴爽快地应下了这笔钱，只是要求分6期支付。田超已经从我这里听到了一些口风，非常严肃地拒绝了。最后在两人不停的讨价还价下，分成了3期，只是首期需要支付50%，也就是110万，这已经是他目前能拿出来的最多现金流了。毕竟其他的现金还在他预算的经营上，只是可惜他留存的那些预算只怕填不上海市即将面临的风暴了。官司一结束，周思琪和林笑便马不停蹄地组织吃饭。林笑笑的嘴都要裂开了，拉着我直呼痛快。周思琪则平静得多，要不是晴天姐有这层背景，只怕我们这个钱没这么好拿。我没有鞠躬，而是很认真地给他们说起这个事。不管我有没有背景，只要他确实存在不缴纳社保的事实，那么他就一定是要进行赔偿。这不是我规定的，这是劳动法给予我们打工人的保障，是我们劳动应得的。周思琪听完眼睛都红了，一问才知道刘梅也给他妈打电话了，但他妈没有我家里这么理解，反而是一再劝周思琪放弃这些，保留一个工作。老一辈的很多人都会劝子女吃亏是福，这正是刘梅打的主意。不过也不能怪他们，在那时候他们不知道寻求公平的途径，所以只能拿这个话安慰自己。但如今我们有这个途径，为什么还要去吃不应该吃的亏？思琪，你也别想太多，
多和你妈妈沟通沟通，她会理解你的。见思琪重见笑颜，林笑跳蚤似的乱蹦。好啦好啦，今天我们都要开心，为了自己得到应得的东西，也为了新工作。在我算了几笔账后，舅舅最终放弃了收购海事的打算，主要是不划算。先不说我和周思琪、林笑他们手里有海事60%的客户资料，就只是算新厂和设备的建设，远比收购海事要少得多。这几年，海事虽然跟着互联网增长了很多业绩，但主要大头还是在线下。这也是我当初选择海事的原因之一。学习并且超越对手，才是现在最佳的选择。只是我没想到，在乔欣的一番骚操作下，不仅能超越，还能代替。新办公室的开工仪式举行得颇为盛大，以王总为主的几个经销商都到场送了花篮，乔欣也来了。不过才短短3个月，他看起来像是苍老了10岁，连衣服上的褶皱都多了起来。周思琪最是八卦，他拐拐我的胳膊，听说乔欣为了平息几个股东的怒气，把刘梅辞退了。不仅如此，这段时间压货压得太多，现金流也出了问题，正在到处在找贷款呢。几句话说完，乔欣已经面带微笑地走到了我面前。恭喜韩总了，以后我们就是同行了。直觉告诉我，乔欣今天肯定没好事，但在场人数众多，我只能也微笑起来和他客套。乔欣不动声色地扫了扫我身后的周思琪，似是疑惑地问起，就是不知道我们公司的员工怎么在这里？若是我没记错的话，他们的离职申请我可一个都没通过，如今就这样走了，我是可以直接起诉的。原来在这里等着我。我记得海事集团好像有个规定，旷工3天视为自动离职。当时我和乔总打官司的时候，贵公司的法务可是亲口说的。怎么，现在公司的制度改了？什么时候改的？发公告了吗？乔欣当时为了让我走，还特地将公司制度发在了公司首页上。如今就算要改，周思琪他们也早就过了旷工3天的日子了。他现在是真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挨打也只有歪歪喊的份。哼，那又怎么样？你以为挖了几个人就能比得过我们公司了？韩晴，我告诉你，公司做得怎么样？不仅是人情，还有产品。说起这个，倒也提醒了我，舅舅那边不用担心，他们签署的合同下个月就到期了。以前因为我的原因，舅舅让了利给乔欣，为的是让我有更高的性价比去和王总他们谈合作。这原本是互利互助的行为，但如今我们已经成立了新的公司，那舅舅那边的价格应该就会回归正常市场价，甚至比市场价稍微高一点都行。但他公司的工程师和线上的熟练工，我确实可以想办法挖几个来。乔总说的对，谢谢乔总的提醒。乔欣面对我真挚的感谢，满头问号，却也只能看着我走上演讲台，发表开工仪式的讲话。新公司运行起来杂事众多，我连轴转了2个月，今天终于是能放松会儿了。助理是新招的大学生，他一听有5险1金和双休，连夜从隔壁城市飞过来上班。韩总，今天有人来找你，说是你以前的同事，但你那个时候还在开会，所以我只留了他的电话，让他明天再过来。我拿起电话瞧了瞧，不是刘梅的电话还是谁的，只不过他现在来找我，能有什么事？抱着一探究竟的想法，我把他的电话从黑名单里拉了出来。韩总，我是刘梅。我嗯了一声，等他继续说。是这样的，我真诚地给你道歉，希望能得到你的原谅。我懒得再听他废话，
有什么事情你直接说。刘梅好像咬了咬牙，这才接着说：是这样的，乔总希望能请您和您舅舅聂总一起吃个饭，谈一下合作的事情。啪的一声，我直接挂断电话。说起来，这还是和他学的。当初我在他手下工作的时候，他最喜欢的就是在不想听别人的诉求时直接挂断。不过我觉得他们现在着重考虑的应该不是我，而是如何留住自己公司的人才。毕竟他们公司这个月离职就离了11个熟练工，还有一个工程师。虽然不都是到我公司来了，但按照这个人员流失的速度，乔兴应该撑不了太久。更何况他借的贷款每个月都要还不小的利息。在听到乔兴的消息是从林笑嘴里，他说今天去跑客户的时候，发现乔兴也在，看样子也是去跑客户的，这倒让我吃了一惊。这才3、4个月，乔兴就要亲自跑客户了，这比我想象中的速度还要快。一打听才知道，因为乔兴和刘梅几个错误决策事情，引发了其他股东的不满，加上销售经理岗位的空缺，各大股东便争先抢后的往里塞人。随着东一个关系户，西一个关系户，海狮集团内部管理彻底乱了套。这还不是最致命的，因为我舅舅原材料的涨价，加上几个大客户的倒戈，让海狮彻底陷入到摇摇欲坠的境地。也怪不得刘梅会设下脸面给我打电话求和，毕竟连他最敬爱的姐夫都要出来跑业务了。他一个明确自己定位的人，自然是要放下姿态的。因为有之前的经历，公司意外的发展迅速，甚至很多客户自己找上了门，其中不乏海狮之前的客户。听他们说，海狮现金流彻底断裂，乔兴已经借无可借，还无可还。为了不卖工厂，已经在申请破产重组了，但据说重组的情况不太乐观，毕竟几个老股东仗着元老的身份，在其中做了不少手脚，这也导致工厂很多工人都无法按时拿到工资，生产效率下降不说，次品率也增加不少。我倒是不意外，只是我就极其兴奋。他原本同意我进海狮工作，就是瞧上了海狮的工厂。虽说现在我们已经建了2个新工厂，但这个工厂似乎是他的执念。就在我再一次劝说被他打断后，我不得不搬出了我妈。结果我妈一听，也摆摆手说管不了。你是不知道，你舅舅当初创立公司的时候，还是乔国强在经营。那时候乔国强觉得你舅舅好欺负，就死命的压价格，所以他现在呀，是打着为你报仇的名义，给自己找痛快呢。就很难评。但现在新工厂的设备和生产线，海狮那个工厂已经远远比不上了，怎么算收购都是不划算的。我还在想怎么劝我舅，结果我舅舅给了我一个惊喜，那是一个个视频。视频一开始就是我舅的死亡角度自拍。晴天啊，舅舅不收购海狮了，但舅舅给你看个好玩的。第2个视频是海狮工厂门口，一群工人举着横幅，在工厂门口大吵大闹，横幅上的"还我血汗钱"分外显眼。晴天啊，舅舅听说这边闹起来了，连忙坐车赶过来的。第3个视频是我舅舅怎么都合不上的嘴，战地记者聂守生为你直播。现在你将看到的是海狮工人大战海狮老板。画面的最后，乔兴被一群工人推来推去，腰间也再没了玛莎拉蒂钥匙的影子。刘梅则和一个长得极为相似的女子站在远处，静静地看着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
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